好的，目前你看到的这一台呢是11个位的 Kia Carnival，然后现在呢它已经从韩国进口 CBU 变成了本地组装 CKD。我们现在就来简短的看一下这辆车跟之前 CBU 版有什么不同。首先我已经有 review 过这辆车，在前阵子所以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按一下我之前的 video 来看。这 Kia Carnival 11个位 CKD 呢，首先从外观上，如果你要分辨11个位、8个位、7个位有什么差别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 wing mirror，11个位的 Carnival 呢，它的 wing mirror 的设计它是直的，它不是一般的那一种 landscape mode， 它是 portrait mode， 它是直的。这样子的设计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直的嘛，所以你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后轮的位置，在你 parking 的时候，因为这辆车是5.1米多，所以这样子的 wing mirror design 呢，是可以让你更好的看到后轮的位置。因为 parking 的时候，一个重点就是要看后轮的位置会不会过那种狭窄的地方你看，如果直立式的这个 wing mirror 呢，就可以看到后轮的位置OK， 然后呢，有关注这辆车的朋友应该有发现到，你看它的 interior， 它的皮椅变成了黑色的。看它的椅子呢，就变成了黑色的，之前是巧克力色、浅巧克力色这样的。我个人觉得黑色比较好看不知道你认为怎样？可以在 comment，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是觉得黑色的是比较好看。然后 CKD 版呢有几个细节方面的不同，就是第一个，它的大灯呢是没有 auto leveling 了，变成 manual leveling。如果你不懂什么是 leveling 呢，简单来讲就是当你的车载满人的时候呢，你想一下，你的车很重嘛，载满人的情况下，你的 headlight 头灯的位置呢就会照射的比较高，因为你载了比较多的那个车沉下去了嘛，沉下去的话呢，你的头灯就会往比较高的方向去照，可能就会影响到对面的来车。就算你没有开远光灯，就算你只是开普通大灯呢，也有可能会照到对面的车不舒服啦。所以呢，如果你载有5个人呢，你这边就放一个3或者如果你满载的情况下，你就放一个3，它就会变成那个头灯比较低如果你没有载人呢，你自己驾车的话，你可能就放1或者是0这样子的话，那个头灯的位置是正常的位置如果有载人，它就会你调去3，如果有载人的话，头灯就会压低。然后再来多一个不同就是呢，之前CBU 版的是嘛，它的4个窗口都是 auto up now， 并且是 anti pinch 的，然后现在变成只有 driver side 这边有 auto up now， 算是一个 cut spec 啦。因为之前的那个 CBU 版的它是在 JPJ 的系统里面，它是算载客车，所以它价钱可以比较优惠。然后 CKD 了之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 JPJ 认为它不是载客车，所以为了把这个价钱压低，没有办法，本地的代理就取消掉这2个东西。我是完全可以接受这2个东西的取消来换那个售价的优惠啦，因为我觉得这2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很重要，重要的是它的 engine压箱跟那些 high spec 的都是一样的。讲到它的 engine 压箱呢，是这辆车的一个大卖点，因为这辆车呢，开 engine 给你看，我开 engine 给你看，我们先来聊一下它的动力系统 powertrain 系统有什么好。来到这辆车动力部分呢，是这辆车的一大卖点，因为通常 MPV 呢跟动力强这个词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台 MPV 不一样。这台 MPV 呢，当时它的设计师就是把它定位为 GUV， 就是又是 SUV 又是 MPV 的结合体。它0到100加速成绩呢，比一般的 MPV 还要快。以它这个售价来讲有这样子的加速表现，如果你是非常重视动力的一个人呢，是很有性价比这样 MPV。OK， 它的 engine 呢是 2.2D 涡轮增压的柴油引擎，这个引擎的扭力跟马力都非常的强，然后它搭配上的呢是8速自排的压箱。要知道8速自排这个词呢，通常在以往呢是用在一些性能车方面的，好像一些后轮驱动的性能车啦，
用在前轮驱动的8速自排是不多的，然后在市场上可以做得出这种8速自排，而且是前轮驱动车的压箱的嘞，我所想到的只有2家主流的啦，一家是 Toyota 的御用压箱厂Aisin，他们的 Toyota Camry 就是8号牙。如果有8号牙呢，它的动力来的就比较快，踩油的时候油门反应比较快，然后比较顺啊，对加速跟省油的表现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刚才讲过 Aisin Group 咯，然后这台车的压箱呢是由 Hyundai Group 制造的。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到，如果你拥有这辆车，或者是你问这辆车的车主呢，他们会告诉你这辆车很有力，就是跟你想的传统 MPV 是不一样的。又来科普时间了，看我的影片怎么可以不带一点知识回去呢？首先，压箱呢是引擎跟车轮之间的中间人，因此 gear ratio 也就是齿比越大的话，车子的扭力就越大。但是车速就比较慢，因此你会发现到1号牙很有力，因为1号牙的齿比是最大的，但是1号牙的车速不快。好像我自己的车啦 ，CS5 2.2 Diesel Two Wheel Drive 的，在1号牙的时候呢 ，RPM 2000的时候速度也只是19左右罢了。但是呢，在6号牙的时候，虽然车子比较没有力，6号牙的齿比比较小，所以比较没有力。但是呢，却可以用同样2000 RPM 呢跑 highway， 所以8速自排呢就可以拥有更多的 gear ratio 大的低速牙，因此在低速的时候油门反应更加的快，更有力；高速的时候 RPM 也不会太高，这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压箱配搭。然后呢，原厂也提供了这个5年100千的 free maintenance。所以 maintenance 方面呢就不用担心了啦，是完全 free 的，包括黑油、人工还有零件。然后这一代的 Carnival 呢，在后面的悬挂系统也是有升级的，因为之前旧款的 Carnival 呢，它后面的这只 arm， 它这个 arm 是没有那么长的，这一代是会比较长一点。这个长的 lower arm 所带来的好处就是它经过一些颠簸的路段的时候呢，后面的乘客会感觉没有那么跳，会比较舒服啦。然后你看它的这个是独立悬挂来的，所以呢，在你的左轮跟到一个障碍物的时候，你的右边是不会受影响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粗壮，然后你可以看到哦，它那个塑胶也是非常的粗壮，看我那个有一个塑胶在那边，那个也是非常的粗壮啊。就是俗称的非常solid这样哦。OK， 有一个设计的细节，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辆卡尼瓦的轮子前面哦是有一个进风口的。这进风口呢，它可以把车头前面撞到的这一些清凉的风呢传进来，让它的这个 brake system 进行一个更好的冷却。因为你想一下，这个庞然大物呢，它在下斜坡的时候你要让它停下来哦。那个 brake 是比较少的然后这辆车的空间表现呢是非常的好啊，这辆车是5.1米左右的，是比市面上的很多小型 MPV 还要大，比如说它大过Nissan Serena 咯，大过 Estima， 然后跟 Wayfire 他们还有 Alphard 他们差不多，但是售价方面呢，这辆车是蛮便宜的，所以在 before 我修理它的空间之前呢，我要讲一下这辆车当然是有它的缺点存在。它缺点一般上就是我所看到的啦，就是它的内装的豪华程度呢，其实是不如那些日系的豪华 MPV， 比如说 Wayfire 跟 Alphard 的，它的椅子会比较硬内装品质这边输一点。但是要知道在驾驶体验方面呢，这个 Kia Carnival 是会胜过这些日系的 MPV 这个不是我讲的啦，你问那些有驾过这2种车的你就知道了。或者你如果要找我试驾的话，你可以 contact我，我可以带你去试驾，试完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在大炮。OK， 讲到这个车的空间，来 ，driver seat 这边呢，我是已经调到我的驾驶位置了，也就是说呢，我的手刚好是可以摸到这个荧幕了，你看，刚好摸到这个荧幕咯，然后我的脚可以这样子伸直哦，这样可以伸直。差不多是这样子的驾驶位置啦。然后如果去后面呢，这个是一镜到底没有剪接的第二排这边
第二排这边我的脚跟前面椅子的距离，还有一个拳头多的距离啊。OK， 这个是第二排咯，我带你看第三排。第四排我就没有秀你了，因为第四排呢，基本上只可以坐小孩子，大人肯定坐不进。OK， 所以呢，第三排这边呢，中间这个呢，如果你没有用到了，你还可以把它收起来啊，放倒变成一个杯垫这样。我做这个戏给你看。哎呦，好的，看啊，我坐下来之后呢，看啊，我已经在第三排啊 ，driver seat 该我坐过了，第二排我坐过了，第三排这边呢，可以看一下，也是有一个拳头左右的距离啊，一个拳头多一点的距离，所以其实是不错的。OK， 我把这一个镜头转过来，你可以看到我的头部空间。呀，我头部空间其实还 OK 咯。剩多少根手指啊？等等啊，3根手指左右的距离，所以是还不错的。这辆卡尼瓦呢，它虽然是配置里面算比较低的，它的配置是输给8个位跟7个位，但是呢，它应该有的东西都有，比如说盲点侦测它有咯，然后这个 Smart Sliding Door 它也是有，它有多 Smart 呢？就是呢，如果你 start 住车停在路边，路边有车经过的话，它是不会让第二排的 Sliding Door 开启的，它是跟盲点侦测一起运作的，跟那个后方来车警示一起运作的，所以你就可以防止小朋友遇到危险了。然后呢，它的这个 sliding door 也是会自动开的啊，你的钥匙在身上，然后你靠近啊，你不用踢，什么都不用，你在那边等一下它就会开了。它的后面的这个尾门也是一样的，只要你靠近呢，它 beep 3下它就会开。然后尾箱空间方面就其实算蛮大的，你看啊，第4排是已经收进去了，然后这边是我们放了一些roadshow的东西，我们即将要做roadshow了。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3排位啊，就是你坐了8个人满载之后呢，它的尾箱空间哦还是很大的，看，尾箱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是这个 MPV 有魅力的地方啦。如果跟那些 SUV 3排位的 SUV 比起来，它的空间是很好料的。而且这辆车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MPV， 因为呢，它的主要是它的车身够宽，然后它又不会很高哦，所以呢，整体看起来从车头看你会认为是一个 SUV， 然后它有很霸气的感觉，因为它不高，然后加上它又宽哦，它跟 van 车的形象就离得有点远啊。如果那些日系的 MPV 看起来就非常像 van 车了，那个。你知道咯，那一些最受欢迎的日系的豪华 MPV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 smart， 这个是比较 smart 的。